大家好，我是大伟。我非常能理解肚子大的人的烦恼，非常的痛苦啊，全身上下哪里都能去减，就唯独这个肚子啊，就晃晃荡荡的就减不下来。而且咱们很多人啊，他肚子大，他分两种，一种是什么呢？就结结实实的，就是这个皮上面摸起来硬邦邦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软软泡泡的这种。这两种类型其实啊都是比较难减的，特别是通过运动，无论你怎么去运动，怎么样去控制饮食，它这里啊就变化不大，让你特别的苦恼。那怎么办呢？在这里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专门去练习我们肚子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来源于道家，叫做一晃二点。晃的是什么？叫做晃中脉。点的是哪里？叫做跪三点。这两个动作你每天结合起来一起练，你会发现整个腹部燃起了一团小火苗。这个小火苗热热的、热热乎乎的，练完以后里面舒服，而且呢，感觉这个肚子紧实了。就这样去练习一段时间以后，你自己就能看到变化。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么好的一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一定要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同时呢，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两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咱们现在一起来看动作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呢，咱们先讲晃法。晃法呢，其实分为上半身的一种晃法，还有下半身的晃法，都不一样。我们先从上半身开始讲啊。上半身的晃法，摇中脉比较简单。你看，双脚并拢。整个人呢站直，腹部收紧，双手举过头顶合十，就这样。侧面看一下，腹部收紧啊。腹部收紧以后呢，我们开始把我们的腹部来回的左右摇。你看这个腹部啊，你看手的位置就这么去摇啊，腿站直，腹部收紧，就这样去摇。摇着摇着，你能发现到里面的肌肉开始用力，同时里面慢慢的变紧，越来越紧，就这样的感觉。手和腿保持住啊，往上伸，整个人感觉被往上拔着一样啊，撑紧，然后开始摇腹，就这么去摇啊，摇着摇着就有感觉，慢慢去摇啊，不要着急，不要啊快速摇，快速摇是什么？这样啊，不对的啊，这样是不对的，这种是没有控制力的摇，它都是一种惯性，不是你的收缩力。我们要慢慢的，你看控制力摇，摇腿并拢夹紧，尽量不要让腿部借力，就这么去晃。每天去晃一晃，左右晃一晃，晃上一个30下、50下，慢慢的能感觉到腹部变紧了，有发力感了啊，收得紧紧的，这个时候就完成了。这是上半身的一种摇法。那么下半身的摇法怎么去做呢？也非常简单，腿把它分开，分开以后，然后我们双手捧着小腹，也是道家的动作，双手捧小腹，捧紧了，你看往上一提，你看我的胸部变化。一提，胸部就上来了。为什么？腹部向内收，然后我们腿站直，把我们的腿部，你看这么去晃，转呼啦圈转过没有？很多朋友是这样转，是不是？那么这样转是不对的。为什么？你一往前，这个腰部就受力，弓着的，看到没有？我们要怎么做？往前的时候，你看腹部一收紧，它就局限你，不让你往前了。那么就在这个情况下，在你的极限当中去晃。我们在晃的时候，因为你的整个腹部在承受不同样的力，所以呢，它会在各个角度收紧。晃的是哪里？晃的是我们里面，同时呢，也能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泡泡的、紧紧的一些赘赘的肉，能带来很好的帮助啊。手捧着肚子，捧紧了，就这么去晃。这个去晃上顺时针20下，逆时针20下，每天就这样去晃，把它晃开，你能感觉到里面收紧的感觉就行了。好了。晃功讲完了，我们还要再讲点法。点法呢叫做跪3点，跪姿3点，每天去做一做，这个啊加强性更厉害啊。我们来接着往下看。那么跪3点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呢？大家看好啊，双膝把它并拢，看到没有？双膝把它并拢在一起，同时呢手向前撑着地，撑完地以后，整个身体悬空，把你的膝盖不要碰地，悬空起来。侧面看一下，悬空起来，然后点3个位置。外侧、中侧啊，外侧啊，就是在我们的前面，你看3个点，分别是大概在10点钟方向、12点钟方向，还有一个2点钟方向，就这么来回的去点啊。侧面看一下啊，来看1下、2下、3下，点完以后再点回来，1下、2下、3下，配合你的呼吸，小腹收紧，就这么去做，左右为一次，去做上一个20下。就这么反复的去点，这个动作是能够很控制你的核心的，就是我们的腹部一直在发力，而且这个动作你做完以后，你能充分的感觉到你的腰和腹完全都锻炼到了。
这个感觉只有你们自己去做、自己去体会，才能得到答案。所以呢，这3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自己去安排。我的建议是呢，你的上半身的晃法和下半身的晃法各做1到2组，然后这个跪3点做一个3组。每天你只要能按照这样去训练，你的肚子就能一天比一天小，而且来得非常的快。好了，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有多少人在减肥路上最大的一个绊脚石就是这里啊，咱们的肚子。有很多人的肚子啊特别的大，鼓鼓囊囊的。他去减肥的时候会发现全身上下都能去瘦，就唯独肚子这里啊鼓鼓囊囊的，就瘦不下来。减不下来就不说了啊，同时呢，你吃一点喝一点，这个地方比哪里长得都快啊。就咱们的这个肚子成为很多人的烦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动作，这个动作叫什么名字呢？就叫做道家的跪3点啊。这个跪3点是专门去锻炼我们的腰腹的。你做完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里面啊像火烧一样的辣辣的，这是说明什么？就是把里面的一些我们平常做不到的地方都给它激活了，而且这个跪3点还能增加我们这里的循环的能力啊。所以呢，今天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一定要记得把视频的动作收藏下来，因为里面有些细节非常的重要啊。每天进行观看，跟着去练习，你会发现1个月的时间，哎，这个肚子怎么样？瘦了啊！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开始讲动作。首先呢，咱们来讲一下跪3点这个动作啊。你看，双膝首先要并拢，把它并拢了，双手撑地，然后同时呢，咱们从侧面看啊，一定要从侧面看，侧面看我们的膝部是怎么样？是悬空的啊，悬空的。然后把我们的膝部朝着3个点去点，哪3个点？注意看好，我们的外侧啊，中间，另外一侧啊，你看，分别是大约在我们的10点钟方向、12点钟方向、2点钟方向，就这样去点。我从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1去触碰，然后抬起来往下，2、3回来，1、2、3、4、5、6、7、8啊。做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有一些累，为什么会累？因为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膝盖啊，它一定要处于什么呢？悬空的状态去点地，点完地以后，你看提起来，再往外侧点一下，提起来再点一下啊，你看，分别就是给大家一个顺序，大家进行参考啊。你看，10点钟一次，12点钟一次，2点钟一次，然后再回来到12点钟，再到外侧啊，就这样。反复循环。那么刚开始练习这个动作的朋友们，可能做这个动作会感觉比较吃力，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坚持去做。你要记住啊，你为什么会感觉吃力？因为你这里啊太重了啊，这里的肉太多了。当我们开始后面进行快速训练的时候，就这样，快速点地训练的时候，慢慢做着做着，你会发现啊，腰腹的力量被激活出来了。当它的力量被激活出来，你做这个动作就会感觉特别的轻松。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你去做上一个30下为1组，然后每天做上2到3组左右的一个区间，坚持去练上1个月左右，你会发现你的腰腹啊完全就不一样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这个道家跪3点的动作，我相信对每个人都会带来很大的帮助。就算你这里没有什么肉，你通过这个动作去健我们的腰腹核心锻炼也是非常棒的。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一定要记得在别人那里或者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问我们的身体上面哪一块部位最难减，肚子说它是第2，就没有其他部位敢争第1。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上面肚子是特别的难减，而且呢脂肪是特别容易堆积呢？我来告诉大家一个答案啊，你会发现咱们身体上面只要使用少的部位，它都特别容易堆积脂肪，只不过肚子这个位置呢特别的显眼罢了啊。给大家举个例子，你看。我们的手臂下方，我们的腰腹部啊，我们的大腿内侧啊，包括我们的臀后啊，都是容易堆积脂肪的地方。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性啊，就是日常我们运动当中或者日常我们一些行为当中，它用的都特别的少。所以呢，脂肪特别容易堆积，就是因为它的局部代谢会变慢。但是腰腹部不一样啊，腰腹部它的脂肪堆积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的美观，同时呢，很多人啊是非常关心自己的内脏脂肪的啊。如果呢内脏脂肪过多，还会影响其的一个运化。所以呢，
减去我们腰腹部的一个赘肉，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也是非常多的。今天我要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叫做道家的跪3点。这个动作是专门去激活我们腹部深层的一些肌肉，加快我们局部的代谢。你坚持练上一个30天，你会发现你的腰围会收窄很多。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大家做完以后感觉腰腹部有明显感觉的一定要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们现在来一起看动作怎么去做。那么咱们首先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所谓跪3点就是我们以跪姿大家看，但是腿是悬空的，看到没有？腿悬空的点3个位置，分别是哪里呢？我们的外侧、中间，还有我右边的外侧3个点。大家看一下给大家演示。你看，腿并拢，膝盖并拢以后，就这样，身体旋转，点一下，回碰一下中间，再碰一下外侧，再来1、2、3、4、5、6、7、8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它对于我们的核心，对于我们的腰腹的一个刺激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动作还能够很好的锻炼到我们的大腿的肌肉。很多人感觉这个动作可能只能练到我们腰腹，其实不一样。我们做完了以后的朋友会感觉我的腰腹里面胀胀的酸酸的，腿部的肌肉也会感觉酸酸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现在咱们来讲一下呼吸这个动作的呼吸也是有讲究的。我们吸口气大家看你看，吸口气。碰地的时候吐气，就这样去做。而且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在做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小腹要往内收，千万不能做成什么呢？给大家演示一个错误的动作我们做的时候身体是垮着的背是弓着的然后这样去做是不行的。身体保持平衡，你看1、2、3、4、5、6就这样反复的碰地，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动作给全部完成了。咱们今天这个动作左右来回算1次每天做上5到10次，以自己腹部的感觉为准就是你做完以后这个腹部要有强烈的灼烧感，那么这个时候就够了。每天去练上一个3到5分钟的时间，1个月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腹部有一个神奇的变化。好了，今天的视频也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的人非常注重颜值，就希望自己让别人看起来显得更加的年轻。那么这个年轻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其实呢，眼睛也是反馈我们整个人面容的一个聚焦点也就是说，你的眼睛如果年轻，那么整个人看起来就会非常的年轻。如果你的眼睛看起来，比如说眼皮往下拢着眼周有一些细纹或者呢你的这个眼睛周围皮肤颜色都不太好看，那么这个人看起来就会不仅是显老，而且看起来会特别的疲劳。所以如果是想要变得年轻、变得好看、变得更加有精神，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把我们的眼睛周围我手画的这一圈给它处理好。那么这时候别人看起你来一下子就能感觉年轻了5到10岁。好了，今天我就要教大家一个非常厉害的动作，让你变得更年轻，更加有活力。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呢，我推荐大家准备一把这个纯檀木做的经络梳。这个梳子的梳头它非常有特点非常的大，可以很好的点在我们的皮肤当中，同时还有推刮的一个效果。所以这把梳子也叫做美容梳，可以帮助我们疏通我们的经络，让我们变得更加年轻。我们现在呢，就用这把梳子来给大家做个演示。首先大家记住一个口诀，叫做点眼尾，推印堂刮颧骨。我一个一个来演示给大家看。首先咱们找到我们的眼尾眼尾处。很多人他感觉自己过于疲劳或者看起来显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眼尾会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它会往下搭拢。那么眼尾越往下，这个人看起来就会感觉很衰所以呢，我们要把眼尾点着。你看这个梳子的头非常的大，我们用这个梳子的头点住我们的眼尾往上去提。很多朋友会说为什么我不能用手指呢？这里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用手指皮肤和皮肤之间摩擦力比较大，你这样去做的话，它容易伤害我们面上的皮肤，因为脸上的皮肤往往是比较细腻的所以呢，我们选择用这个
檀木的做的梳子去做做一个点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对于我们的皮肤没有太多的伤害。第二个呢，就是手上会有一些细菌对于我们脸上来说的话，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一些伤害所以我们用梳子点住然后往上去提就看点住以后往上去提到一个最顶端，就是往上提动不了了，保持一个3到4秒钟。好，再来点住往上提3到4秒钟，松点住往上提3到4秒钟，松这个提的方向一定是往一个斜上方斜着上方往上提提。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可以让我们的眼睛变得更加明亮。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我们眼尾部很多的细纹可以起到一个抚平的一个作用，就是看起来眼睛变得更加年轻。所以呢，我们这个动作你可以去把它每天做上一个5到10下，就点住往上推4秒钟，松就这样做，每个眼睛都要做。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呢是推印堂为什么要推印堂呢？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如果把我们的脸放在一个平面上我们画2条横杠分为上中下，对吧？那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我们的印堂印堂只要往上了，我们整个面容都会有一个向上的走势所以呢，我们推印堂怎么推？依然是用上面这个点你看推上去。用每一个这个梳齿它这个梳齿的头比较大，每一个你看就这样往上去推就这样去推，过程是非常舒服不要很用力轻轻的往上推，3、4，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它可以帮助我们开老窍同时呢，对于一些比如鼻子经常不通的堵的，也能带来很好的帮助走往上去推非常的舒服。这个动作它和我们用手去做完全是2种感觉。我们用侧面给大家看这个动作一般来说我们做30下到40下，过程要缓慢一些，不然很多人做的如果用劲了或者做的次数多了，它这里会有道红印子但是一会儿也就消了所以我们30下到40下刚刚好。好。做完了第二个步骤，第3个是什么呢？就是刮颧骨为什么要刮颧骨呢？刮颧骨一方面是让我们的这个脸我们注意人变老了以后他脸上的皮肤会往下耷拢，就是我们苹果肌这块的皮肤会往下。同时呢，如果人感觉衰老了以后这里呢法令纹会显得增厚人呢看起来就会显得特别的刻板所以我们要推颧骨。颧骨是往哪推呢？注意我梳子的方向斜上方推斜上方推你看这个推呢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用我们的梳子贴近我们的鼻翼上方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贴上来以后呢，只要轻轻的带动往斜上方去刮一方面呢，上面这个梳头可以把我们的眼袋这里给它进行一个推增加我们眼周的一个气血循环。下面的这些梳头呢，正好把我们的整个脸往外拉，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我们的法令纹来1、2、3过程非常的舒服，4、5、6、7、8。其实呢，我脸上是属于肉比较少的，有些朋友这个脸上他肉比较多，就皮肤看起来特别松。你用这个动作还可以帮助我们紧致我们脸上的一个皮肤我们就这样去做一个30下左右，也不要做多，速度刮的时候不用快，缓慢一些缓慢一些，非常的舒服做完以后你会发现脸上有一些微微的发热，这个热是从里面往上出来的，就是从里到外的这个热，其实说明呢就是面部的经络打通了这个气血的循环增好了，所以面色会经常做面色会显得特别的红润。这个呢就是今天教给大家的方法，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实用。你坚持用一段时间以后你的面容慢慢就会发生变化，给人看起来会非常的年轻。好了，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记得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免以后找不到了，有了这个工具也找不到这个内容那就没有用了。所以把它收藏下来。我是大伟，每天给你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很多的中老年人啊，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这一觉啊，从头睡到尾啊，几乎来讲很难做到完整的一觉。每天不是凌晨1点到3点钟醒，就是睡觉的时候啊，总会起来上个2到3次厕所。我们把这个统称为起夜。咱们有很多朋友啊，就因为这样的情况，时间长了以后，精神状态变得非常的不好，而且整个身体状态也会持续的下滑。有的人呢，他没有办法，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以后，最后啊就是忍一忍就算了，起来也就起来吧。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对于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妥协，而且这种情况并不是说你忍一忍就能结束的，越到后面可能起来的次数会逐渐的往上增加。这一觉从刚开始的1夜起1次，可能逐渐的变成1夜起到2次、3次，随着年纪的增加，它不断会往上攀升。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你记住，跟着我去做，你会发现短短的21天，慢慢的很多问题就逐渐的开始改变了。这个方法是什么呢？非常简单，我们只要在手上就能找到答案。大家可以看，把手伸出来，看一下你的小拇指。小拇指这个位置，我们说它非常的有说法。以前的人呢，就把它称之为它和我们的肾是相连的。所以呢，一个人的肾气是否充足，就是看小拇指。而这个小拇指，如果它足够有力量，证明它的肾气很充足。如果它的这个小头子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前面这个凸起来的这个点，像个小气球一样，有个小坠子，这证明我们不仅是肾气充足，我们整个人的气也是非常的足的。所以小拇指这里能看出很多的东西，而且呢，我们很多人晚上起夜，其实问题就在小拇指。你只要把小拇指这里多勾一勾，就能够很好的激发我们的肾气。而肾气呢，它主骨纳气，它是我们整个负责我们的身的，加上一个什么直字的啊，在一起的这种地方。所以小拇指这个地方很重要，以前人把它称之为叫做金钩。你看弯着一个以后像一个小钩子一样。那么这个小拇指啊，咱们平常怎么去做？非常简单，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在道家有一个动作叫做固金钩，顾名思义啊，就是和小拇指有关。我们每个人做之前可以把小拇指先拉一拉，往外这么去拉一拉，你感受一下。有的人一拉，他摇摇晃晃的；有的人一拉，他感觉小拇指勾不紧；而有的人一拉，他能明显的感觉到什么？非常的稳固啊！我们不同的人，不同的状态，咱们今天来讲一下小拇指，咱们怎么去做。小拇指勾住以后，在胸口，咱们把它握拳。啊，就像我这样，把它握成拳头啊，保持10秒钟，就放在胸口。然后呢，握完拳头以后，你自己数啊，你看1、2、3、4、5、6、7、8、9、10，数到10以后，我们小拇指你看不变，依然是勾在一起的。然后我们把大拇指怎么样对在一起，像这样，把它对上去。从这个姿势来看，像不像一个循环啊？这个动作还没有结束啊。对上去一起以后，我们把手肘往上抬，手肘这么一抬上去以后，你会发现所有的压力都会给到我们的小拇指。从我们的侧面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啊？当你的压力给到小拇指，我们放在胸口保持一会儿，就这样持续一会儿，你会发现小拇指这里有点酸，有点累，我们就这样保持10秒钟。好，10秒钟一眨眼就过去了，数着过去了以后，这条线你感受一下，把手松开来。这个地方会发现明显的，有一股一股的暖流往上去涌，对不对？这个地方往上涌了以后，咱们记住了，再找一下答案，把小拇指再勾一勾，发现这个钩子比原来还要紧了，这就是咱们讲的固金钩。固是坚固的意思，所以呢，小拇指这个地方，咱们很多人说啊，经常勾一勾，其实这么勾一勾也行。但是我个人感觉啊，固金钩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动作，每天这样握拳，先把它握住啊，握住了以后，再把我们的大拇指对在一起，往上拉10秒钟，连头带尾20秒钟。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做上一个3到5次。如果你快的话，可能3到7天你就有感觉；如果慢的话，大概在15天到20天左右会慢慢的有一个变化。这个动作坚持去做，你可以把它收藏下来，因为有很多人啊，他当时看的他记得的，然后眨眼转头忘记了，你把它放在收藏夹里面，没事的时候看一看，然后没事的时候看电视也好，看视频也好，就把这个动作做起来。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动作。如果感觉大伟讲的这个动作好，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不要忘记给大伟点上一个关注，因为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